豫东某军用机场，数架运9运输机正在等待一项高难度的训练科目——重装空投。运输车载着重装大件已经运抵机场，重装空投的地面装机马上开始。执行重装空投之前，运9货舱要从空运状态转换到空投状态。我们两站现在正在铺设重装空投的导轨。我们重装空投呢，可以在空中采取连投和单投的2种工作模式。重装大件被气流件紧紧捆扎，它的顶部有3具伞包，分别是1具辅助引导伞和2具主伞。除了投物伞之外，货台和底部的缓冲系统也已经都捆绑到了重装大件上，整个空投系统重达数吨。货台是重装空投的核心装具，重型武器装备或者是重装大件被安装并固定在货台，它可以确保重装大件安全着陆。重装大件靠着专业平板装卸车，正在与运9的货箱后大门进行慢慢的对接。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先保住，不要用力啊！1、2、使劲！重装空投是一个完整高精尖技术体系，历来是军用运输机高风险科目。重装空投到底难在哪？运输机是关键，同时必须解决重型武器装备、重装空投保障装备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也就是装得进、投得下、摔不坏、投得准。国产运输机与重装空投系统的研制工作相辅相成。从运8、运9到运20相继研制成功，国产重装空投系统也从几百斤重的小件开始，相继攻克开伞、牵引出击控制、大面积降落伞及群伞、主动充气式缓冲、大件连投跟进等多个关键技术，形成从平原到高原全地域，从低空到高空全空域，从小吨位到大吨位全覆盖。一支多兵种合成、远程投送、快速反应、重装突袭、精准直达、全域作战的空降战略战役打击和威慑力量，随着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悄然崛起。这场重装空投训练是一次3无条件下的重装空投训练，也就是说，运9要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靶场标识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导航定位系统和气象雷达检测设备来完成这一次重装空投。我们测的是在投放前的这个风资料，如果是在实战情况下的话，不可能到这个空投点的上空去实测这个风，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货舱门已经打开，黄灯已经亮起来，所有人紧紧地盯着这个信号灯。绿灯亮起之后，牵引伞首先被抛出，重装大件沿着这条导轨快速脱离货舱，缓缓紧扣。飞机在空中飞，它跟船在水里游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保证飞机的平稳，使货台从飞机上平稳离机，这是我们准确空投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尽可能的再去修正更精细一点，这个修正是来源于我们对风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我们今天这个货物的落点呢，距靶标距离很近啊，空投成绩应该说比较好。那我们使用吊车把货台呢吊在咱们这个运输车上，然后进行这个捆绑固定，便于运输。那么其他人员啊，将空投伞具呢进行有顺序的折放好，为下次空投呢做好准备。我们增加了一个准时到达，
在实战当中，我们所有做的空投时刻，或者是起降时刻，都是有个时间节点。那我们所有的空降兵，所有的武器装备，必须在那一刻投送到位。现在我们要求是以0秒的标准来准时投下，而且这个误差需要空中随时进行调整。对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说，已经属于常态化的训练了。高原重装空投更是一个世界难题。高原飞行，运输机常常面临复杂地形和多变天气引起的空气乱流的威胁，稀薄空气也会使飞机性能大打折扣，降落伞开伞过程和着陆缓冲过程也会大受影响。这意味着，强健的心脏、宽大的躯体、刚劲的结构，才能够具备高原重装空投。而在复杂的高原条件下执行重装空投任务，对整个机组也无疑是巨大的考验。高原的天气多变，经常10分钟前和10分钟以后，它的天气都是截然不同的2个天气，风向风速啊、颠簸呀、危险天气啊，都会很快的出现。那么我们在执行高原重装空投，甚至是高原的3无重装空投的这个基础上，肯定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这时候通过了机组的综合判断，加强了组织力量，我们最后才能够正确的完成这趟任务。所以说，高原对人的影响、对飞机的影响、对整个机组的操纵的提出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运9已实现高原空投空降，出国连演连训，具备遂行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任务能力，把运输机的技战术性能成功转化为战斗力，与国产新一代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形成高低搭配，各具优势。而在重装空投空降中，大机群密集编队，能够大幅压缩空投空降时间，实战价值非常明显。但对运输机整体性能和机组技能要求高，体型大、高速飞行的运输机，一旦队形保持不好，极易发生危险，飞机尾流也可能对机群编队、跳伞人员、重型装备构成安全风险。现在这个战争的窗口期比较小、比较短，编队的优势就是说集中很多飞机，把这个装备和设备、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它投送到作战场。现在的话，还是以现有的装备为基础，采取作战单元的形式，固定机组，以机长负责制。作战单元的话，可以即插即用，又可以增加机组的默契程度。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运输机梯队中，都是以20吨级中型战术运输机为主力。这是由于中型战术运输机高效费能、战场适应性强、技术复杂性低等明显优势决定。和战略运输机相比，战术运输机个头较小，起飞重量不大，随之而来的优点也很明显：起飞距离相对短，对机场要求低。无论短窄跑道、雪地、草地、沙土等野战场地，还是高温、高原特殊环境，都具备起降能力。运9就是国产战术运输机中的优秀代表，执行战术任务时机动性高，还能承担中近程运输兵员及物资任务。同时，以运9为平台的系列特种飞机，也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壮大。这架运9机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表明了它的身份，这是全军首架医疗救护机。运9医疗救护机是在运9运输机的基础上成功打造的一款用于战场紧急转运病患的医疗专用机，具备了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和小型手术的能力。特种飞机，现代空中力量的重要构成，专门进行侦察、巡逻、预警等任务。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运9医疗救护机在内的6型特种飞机组成支援保障机梯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运9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载重20吨级的新型中型中程运输机。它的机动性能出色，留空时间长，战场适应和生存能力强，具备遂行全天候、全时段、全要素任务能力。纵观世界战争，敌后空降作战已经成为一张可以快速制敌的王牌，并可直接左右战局的胜负。如果空降兵部队是一把直抵敌后的利刃，那么运输机部队就是为利刃插上翅膀的蓝天卫士。但受空降技术和载运平台的限制，无法携带重型火力装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困扰着空降兵部队。重装空投便成为提高空降兵作战能力的关键。然而，对于战术运输机而言，执行重装空投任务却一直是个世界难题。我们作为第一家使用运9飞机的这个团队，我们在运9这个重装空投这个科目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重装空投是指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1吨以上的重型武器装备，是航空兵远程机动和火力突击能力的重要支撑，是战略空军的象征。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大型运输机和伞兵战车等重型装备陆续列装空降兵部队，空降兵开始了重装空投的探索。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投送边界就延伸到哪里。但是，重装空投绝不是一投了之，这里面大有学问。重装空投，一项专业技术密集的高难度科目。重物从机舱抛出的一瞬间，就意味着脱离了任何人为干预，所以风成为影响空投精度的最大要素。那么，如何应对这种不可控呢？我们会通过多次的飞行来验证，然后做一个这个大的数据库，通过数据库来比对我每一次这个误差量的大小，推算我这个数据库准不准确。所有积累这些经验都集中在大数据库，然后制成这个表格。为此，我们辗转祖国大江南北，前前后后至少有10个场地进行小舰投放的试验。巴蜀之地，西北大漠，世界屋脊，在披星戴月的风雨兼程里，一个又一个千里征途，中国运输机部队始终在路上。只有不断摸索和求证，才能应对所有的未知与不可控。1、2、走！当空投小舰送上飞机的那一刻，一组新的数据又将诞生。夜阑人静，会议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作为运9重装空投的探路者之一，大队长高毅和他的团队还在为第2天的小舰空投做着准备工作。对，空投场准备到位了，我们再工作。可以。要达到极致的空投精度，
队员们必须掌握由气象学、地理学、空气动力学等组成的庞杂知识体系。这一切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后台投下去了，但是我后台偏差过大，那就完全没有它的作战意义，也没有它的实际意义。按照我们标准，那就是靶心，那就是目标点，这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高毅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为重装空投探索的路。而此时的孙文武也在塔台上时刻关注并指挥着这次飞行。天地协同，这样配合默契的飞行任务数不胜数，但他们依然把每一次都当成第一次。启动冷阵，启动降温条，接头地面风中地面，启动选择起发。舵控限动，减到可以起飞900左转磅。900左转磅，320。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天际时，运9奏响了这支部队的奋进强音。数小时的飞行，嘈杂机舱里的高毅操纵着战鹰，正驶向大漠中的靶场。我们在西北高原环境，空投场距我们起降机场大概有20公里，光驱车过去到达目的地至少得1个半小时。为了收集到准确的伞性能数据以及气象风的资料，我们需要采集不同时段、不同温度它的变化。1000米高空急速巡航，距离靶场还有20公里，空投进入倒计时。轰头小舰离机姿态稳定，主伞顺利打开。与此同时，一组新的数据在小舰落地之时，也将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落下时间95秒，不及300。近5年时间，数万小时的飞行，他们建立起多维分析模型，形成了针对不同地形、地貌、风速等环境的大数据库，探索出运9飞机扎猛子空投侧风的方法。运输机部队的强军之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